越前水母差点把隔壁岛国逼疯了，他们其实原本是在我国栖息的，为啥跑到日本当祸害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2008年开始，日本就被越前水母坑得很惨。越前水母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母之一，直径2米，重达220千克。如果井水不犯河水，倒也是没啥问题。但是越前水母却不太安分。日本的渔船本来在海上航行的好好的，越前水母闪亮登场，一股脑将渔船撞翻。如果说顶翻个渔船算是小打小闹，那么越前水母把核电站团团围住，毒死核电站算威胁全人类的大事了吧？在日本国内，核能发电依旧是日本主流的电力来源。如今这么重要的核电站随时都有堵车的可能，没有电，在这样的夏天，我们都能想象得出日本人民的生活将是多么的水深火热。如果单纯日本遭殃还好，但是如今水母这么高，谁都无法保证福岛事件不会发生第二次。越前水母有可能造成核泄漏吗？其实是有可能的。越前水母祸害的是日本核电站的冷却系统。核电站的冷却系统能控制核反应堆的温度，保持核反应过程的稳定性。如果冷却系统被越前水母破坏，而又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的话，那么超负荷的核反应堆迟早爆炸。爆炸过后会产生并扩散大量的核辐射，放任这些水母继续作妖，那么切尔诺贝利再现也不远了。同时，越前水母一个个都是大胃王，凭借着庞大的身躯占据了某处海域之后，这处海域的海鲜渔获一半都会遭殃，这简直和日本的海鲜计划背道而驰。越前水母把整个日本霍霍得不成样子，日本作为海鲜大国，怎么就没想到把泛滥的越前水母搬上餐桌？其实越前水母身上还有剧毒，事实上大部分的水母身上都有剧毒，只不过有一小部分是无毒的，海蜇就是其中一种。所以猜测不是日本不吃，而是担心吃一口自己的人生就一步到位了。因此对于越前水母来说，日本不是说喜欢看着，而是根本没办法解决。越前水母和海蜇不一样，越前水母有毒不能吃，所以地大物博的中国也没办法靠吃来解决繁衍生息的越前水母。那么我国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是用科技硬实力。据说在2017年的时候，在测试一款水母粉碎机，水母粉碎机的工作原理是一张绑着锋利刀刃的大网，由船只拖拽，利用行驶过程中的气流将水母吸入网内粉碎。然而这样的做法反而会让海域中的水母越杀越多，因为水母被杀时，体内的精子和卵子会释放出来，然后在水中受精，产生更多越前水母。所以在2017年，我国专家还建议防患于未然，建立水母灾情预警系统，将越前水母的爆发直接扼杀在摇篮中。最后，对于海洋，我国不仅自己治理，还牵手国际社会东亚小伙伴，一起治理东亚整整7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。越前水母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母之一，一旦泛滥就会造成巨大危害。我国通过提早防控和多国家合作，成功解决了越前水母的问题。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现实情况，我国能用的办法在日本身上未必有用。那么日本要如何解决越前水母泛滥的问题呢？他们曾经对越前水母的做法就是杀死然后扔回海里，这就导致越前水母数量暴涨，并且束手无策。日本在去年有一项和水母有关的研究，探讨水母触手再生的奥秘，结果卓有成效。水母能再生得益于芽基这一团还没分化细胞，而芽基内部的干细胞和其他地方的干细胞不一样，它不仅能自己再生，还能和外部的细胞同志携手合作，不断修复损伤，从而得到再生。虽然对于日本来说，抑制水母再生还仅仅只是理论，但是就日本如今的科技水平来说，未来或许能把理论变成现实。一旦日本发现了水母再生的秘密，就能研究出抑制越前水母生长的药剂，到时候或许能永远解决越前水母的困扰。综合来看，难怪越前水母会成为日本的噩梦，毕竟这可是个不好惹的祖宗，顶翻巨轮，堵住核电站，只是越前水母的牛刀小事。未来日本能否解决越前水母的困扰，咱们搬个小板凳，拿盆小瓜子儿，拭目以待吧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